woman is a winner. The first female prime minister in the history of Japan.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兰。咱今天来唠唠日本的这点糟心事儿。主角呢两位哦，一位是刚上台没几天的日本新首相高市早苗，另一位啊那更是大伙的老熟人了，美国的特朗普。这俩人最近刚见完面啊，这特朗普是高高兴兴的拍拍屁股走了，留下一地鸡毛和一群气得快冒烟的日本老百姓啊！哎，你要问了啊，咋回事啊？不就是个正常的外交访问吗？哎呦喂，你是不知道啊，高市早苗这回啊给特朗普送了一份超级无敌豪华大礼包，整整5500亿美元的对美投资呀！5500亿啊！我天哪，这是什么概念啊？咱这么说吧啊，这个日本辛辛苦苦一年跟这个美国做生意赚的钱啊也就650多亿。那他这一出手啊，等于把这个日本未来好几年甚至好几十年的家底啊，一口气全给孝敬出去了。哎，你说日本这老百姓能不炸锅吗？话说回来啊，这5500亿的大礼包啊，其实也不是高市早苗原创的。那这个锅呀，还是得往前任首相那个叫石破茂的身上推。大伙儿都知道啊，特朗普这个人啊，这一贯的风格就是美国优先，到处挥舞关税大棒啊，逼着这个盟友出血啊。哎，这不啊，这个石破茂在台上的时候就被这个特朗普逼得没办法了，签了这么个5500亿美元的投资协议。但是重点来了呀，这石破茂这老哥呢，看着挺老实的，其实啊，这个心里门清啊。日本媒体说了啊，他特别的精，整个一老狐狸。他是怎么干的呢？他玩了一招拖字诀，合同呢我签没问题，老大你发话了，我哪敢不签呀？但是呢，这5500亿啊，具体怎么投到哪些项目，让哪些公司出钱？哎呀，特朗普先生啊，这个事吧，它比较复杂。哎，你知道我们日本吧，这个程序比较多呀，我们得开会研究研究，得让这个国会讨论讨论，还得听听企业家的意见。您放心，我们肯定办，就是吧，你得给点时间。那就这么着，这个石破茂是今天开个会，明天调个研，后天成立一个专项小组，把这个皮球踢到那叫一个溜光水滑呀。他主打就是一个拖，反正合同签了，你特朗普的面子我是给了啊，关税大棒您先收一收，至于这个钱什么时候到账，猴年马月再说吧。就这么一拖啊，拖了好几个月啊，愣是没让美国人占到一点实质性的便宜，一直拖到他自己都下台了。这5500亿还是个纸上富贵，日本老百姓啊，当时可能还觉得啊，嘿，这石破茂行啊，够贼。谁也没想到啊，石破茂这个拖字诀的烂摊子啊，或者说是政治遗产啊，到了高市早苗这儿啊，画风突变。高市早苗啊，这位女首相刚上台，那真的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呀。可是她这个火呢，没烧到别人，全烧到自家后院了。这石破茂拖了好几个月没办成的事儿，这高市早苗呢，上台不到10天，全给办妥了。这特朗普前脚刚到日本啊，高市后脚就把这份热腾腾的大礼包给端上来了。大哥您看，石破茂那老小子不办的事儿，我给您办了，办的是漂漂亮亮的。根据美国媒体透露的消息啊，这5500亿安排的是明明白白的。咱们也来看看啊，这个钱他都花哪儿了？那这第一笔呢，164.3亿美元买美国军事装备，这好理解啊，交保护费嘛，常规操作。那虽然是贵了点啊。这第二笔78.8亿美元买美国农产品，还有这第三笔采购美国100架波音飞机。这日本自己航空业也受疫情影响不轻啊，这个时候买这么多飞机。那这第四笔啊，松下集团带头掏150亿美元，帮美国解决能源储存问题，加强美国的供应链。这日本人自己都吐槽啊，哎，咱日本的供应链谁来加强啊？还有这第五笔呢，也是最要命的。高市早苗还跟特朗普签了稀土和关税协议，承诺啥呢？承诺扩大美国产品的进口，甚至点名了包括汽车领域。各位，这最后2条啊，尤其是农产品和汽车，就是石破茂当初死活不松口的红线呀。那石破茂为什么拖着？他不傻呀，他知道这个日本的农民是执政党的大票仓，你敢让美国的便宜牛肉、便宜玉米、便宜大米随便进，那这个日本农民第一个不答应啊。还有这个汽车啊，日本的车企那是日本的命根子呀。哎，你现在敞开了让这个美国车进来，那日本自己的车企怎么办呢？石破茂好歹还想着护着点自家农民和车企的利益，结果呢？
呢，高市早苗倒好，大笔一挥，原封不动的全部应下来。石破茂在台下估计都看傻了呀，妹子呀，你这是图啥呀？这特朗普能不开心吗？开心都不行哦，估计心里都乐开了花。哎呀，还是早苗懂事呀，比那个石破茂强太多了。花了这么多钱，那总得换回来点啥吧？哎，你猜换回来啥了？ The cherished allianc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is one of the most remarkable relationships in the entire world. Really, there's never been anything like it. Born out of the ashes of a terrible war, our bond has grown over 8 decades into the beautiful friendship that we have. 美国是日本最牢固的盟友。听听啊，5500亿美元的真金白银啊，换来了特朗普一张最牢固盟友的口头承诺，这买卖划算吗？这日本现在的经济啥样啊？日元贬值都快成废纸似的呀！这老百姓生活成本是蹭蹭往上涨，这国家正缺钱呢，你这当首相的啊，不想着怎么给这个老百姓谋福利，反手就给这个美国送大礼，这跟把日本打包送给美国有啥区别啊？日本民众这个火气啊，蹭一下就上来了。那如果说啊，花钱送礼这个事啊，还能勉强解释为政治现实，没办法，为了同盟关系。那么接下来啊，高市早苗的个人表演，那可真是让日本民众彻底破防了呀！这已经不是愤怒了，这是恶心和羞耻啊！咱们来看看高市早苗的舔狗名场面集合啊，名场面一，送遗物。高市早苗啊，虽然是第一次见这个特朗普，但是俩人似乎没什么距离感。这个高市早苗一上来啊，先跟这个特朗普套近乎。他知道特朗普啊跟日本的前首相安倍晋三关系好，他先是感谢特朗普，哎呀，唐纳德，太感谢您了，感谢您和我尊敬的安倍前辈啊保持这么好的友谊。然后呢，他掏出了个礼物，送的啥呢？送了安倍生前用过的一根高尔夫球杆。我去，这操作咱真是没看懂，这是送礼呢还是送遗物呢？哎，你不觉得瘆得慌吗？你拿一个去世的前首相的东西啊，送给现任的美国总统，这是什么外交礼仪？名场面二啊，提名诺贝尔和平奖。那送完这个遗物啊，高市早苗又要放大招了。他满脸堆笑的跟这个特朗普说：“唐纳德，我准备提名您去竞争诺贝尔和平奖。”美国媒体都说啊，特朗普听到这话啊，心里都大吃一惊，估计特朗普心里啊都得犯嘀咕。哎，这姐们儿是认真的吗？我干了啥就和平奖啊？但这不重要啊，重要的是高市早苗这个态度呀。名场面三，航母上的生理不适，这最经典的啊，让全日本网民生理不适的画面来了。这高市早苗啊，陪着特朗普一起去美国的横须贺基地，登上了华盛顿号的航空母舰。那在航母上啊，那可全是美军的地盘啊。这特朗普在那边检阅部队，发表讲话，那叫一个威风。这高市早苗呢，全程就跟在特朗普身边，点头哈腰，奴颜卑膝啊，满脸谄媚，那动作夸张的啊，这个日本媒体啊自己都看不下去呀，形容他像个小跟班，像特朗普的狂热支持者。有时候有真相，那个画面啊，这个特朗普啊在那边站得笔直的，这高市早苗在旁边啊，那个腰弯倒，这一下，这日本网络彻底就炸了。那咱前面说了，高市早苗以往在这个日本网上这人设还是不错的呀。什么真诚、勇敢、励志的女强人，结果特朗普这一来，人设全崩了呀！日本的 X 平台上，高市别干了这个话题词啊，直接冲上了热搜。咱给大伙儿念几条日本网友的原汁原味的评论，你感受一下那股愤怒啊！这真是日本的耻辱！你这种兴奋劲儿，哪像个国家元首？你跟美国总统见面就这么开心吗？舔美国的鞋子就这么快乐吗？我们的工资停滞不前，物价飞涨，生活这么难，这些声音听不到吧？这个国家完蛋了啊！那个卖国的大妈忘乎所以的讨好献媚，整个就是被美国圈养了。高市真是签了个糟糕透顶的合同。那当然啦，也有人给他洗地啊，说高市首相能和特朗普微笑着握手，真是太有才干了。前首相石破茂才是耻辱，他只会躲着特朗普。哎呦喂，这评论您品品啊，跟这个特朗普笑一下，就算有才干了。那这才干的门槛是不是有点太低了呀？那更搞笑是啥？这日本政府这边还有人跑出来跟这个媒体邀功，说你们看我们这次外交多成功啊！我们通过神操作啊，已经让特朗普总统和高市首相互相用唐纳德和早苗来称呼对方了。这说明啥呢？说明日美同盟关系啊，铁上加铁，两国领导人的私人
友谊杠杠的。这日本老百姓听了这话啊，心情那叫一个复杂。合着我们交了5500亿的保护费啊，就是为了换你俩能互相叫个小名儿。那这事儿还没有完啊，还有个最讽刺的结尾。这高市早苗啊，把这个能做的、不该做的全做了呀，什么送钱、送礼、送尊严，把这个特朗普是哄得开开心心的。然后呢，这日本人啊又玩起他们那个传统小把戏。在一次活动上啊，这个特朗普对着美国国旗敬礼，那这个日本的摄影师啊，那叫一个机灵啊，他们找了一个绝妙的角度，把一面巨大的日本国旗啊，故意放在了镜头和特朗普之间。这么一拍，好家伙，这个照片洗出来一看啊，特朗普昂首挺胸，正在对着一面巨大的日本国旗敬礼。怎么样？是不是瞬间感觉日本又站起来了？日本媒体啊把这张照片一发，那个意思是，哎，你看啊，美国总统啊都向我们日本国旗敬礼了，我们多牛啊！哎，这种障眼法啊，这种阿 Q 精神啊，这日本人啊也不是第一次玩了，他们也就是只能在这种小事上骗骗自己，自嗨一下了。那用这种虚幻的胜利来掩盖那5500亿美元实打实的大出血，但这有啥用呢？哎，你那面国旗 P 的再大，放的再巧，它也挡不住日本老百姓心里的屈辱感啊，挡不住未来几年日本老百姓要为这5500亿付出的真实代价呀。这高市早苗上台的时候喊的口号是啥？是让日本再次伟大。那结果呢？他陪着特朗普演了一出活生生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哎，这出戏啊，咱也不知道是喜剧还是悲剧。但是对于特朗普来说，那肯定是喜剧；但是对于高市早苗来说，他自己可能也觉得是喜剧。但是对于千千万万的日本老百姓来说，这恐怕是个彻头彻尾的悲剧。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啦。这个事儿啊，后续啊肯定还有的聊，咱们下次再聊。我是小兰，我们下次再见。